那我们先画这一朵哈。好，来，首先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朵花。这朵花我们一看它的朝向是什么？是朝这个左上的啊。朝向，首先我们要看它的一个画的时候，我们要看着它的朝向来画，所以根据这个朝向后面的花瓣才知道怎么去安排。那它是这个花是这样子的，中间的是一个圆啊，中间是一个圆，是一个包起来的。那中间会有一个花心，那包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包的啊？我们分几个方向去把它包起来。好，我们来分3个方向、4个方向，分4个方向去包起来。这边的我们这边往里包，这边往里包，这边往下包，这边往里包。朝着我们画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实物去分解、去分析它的这个花瓣的这个方向。到时候画的时候，就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箭头，然后去画。然后外面还有一圈花瓣啊。外面还有一圈花瓣，外面的花瓣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分为这个4个方向往外展，分4个方向，还是分4个方向往外展。那这边往外展，这边往外展，这边的这个花瓣也是往外展，这边的这个花瓣也是往外展。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画的时候就注意，我们要画这一块，第1块，第2块、第3块、第4块，我们就一块一块的去画。像中间的这个花心，我们一块块的去把它画，一块块的画，这样子你就好理解了。我们一个组合一个组合的去画。然后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朵花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朵花的颜色，它也是一样，从中心的部分。正瓣，你看这个反瓣它是比较浅色，然后到了正瓣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是吧？看到了吗？所以在我们画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这样子，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分解，我们去看这个物象的这个实物的这种姿态去画，去表现它的这种深浅变化。你看这个中心的部分也是比较深的，心的地方也是比较深，然后外面一圈的花瓣它都是比较浅一些的，然后下面这2个花瓣它看着也是浅的，它实际上是深的，它有一点墨色，有一点黑色，有一点墨色在里面，而且花瓣是有一点灰，所以我们在画最下面这2个花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底色要把它变成这种有点灰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调底色，在画这个下面这个大花瓣的时候，底色要重新调？大家可以看这个物象，它是不是有点灰？所以我们调的时候也要把它调成有点灰的这种感觉。来，我们它的特征，我们要看它的特征哈。特征，这朵花的特征是颜色是由深到浅啊，由深到浅。从这个花心开始，从花心开始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这朵花。那它的花瓣，里面是不是有深？那颜色，我们第一视节看到它的是颜色，是吧？我们第一视节看到它的颜色是有深有浅，那内深外浅。那花瓣有大有小，你看下面这些有这种很大的这种花瓣，那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反瓣，它是属于小的，然后侧起来这些花瓣它都是小的。花瓣有大有小，那物象还有一个物象有虚有实。你看到上面这些花瓣，它就不是很清楚，它的花瓣边缘它不会说表达的很清楚，每个花瓣不像中间这些花瓣正反瓣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物象有虚有实。这个是这朵花的总体的一个特征哈。在我们画的时候要按照这个总体的这个大的一个特征、大的一个方向去画，灵活的去画。
我们一直在讲，我教大家画是教大家写生，教大家怎么去对照这个实物去写生，而不是按照1、2、3、4、5、6、7、8的去排队去画。那如果你每个花瓣去排好队画，你最终你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死的，每一朵花都是一样的。我们自然界即使说同一个品种的花，它每一朵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朵它的花瓣组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适应去写生，就是要适应画出每一朵不一样姿态的这种真正的千姿百态的花，明白吗？真的，你们要学会这个写生，知道吧？刚开始你们可能达不到这种能力，就没办法自己去写生。你们刚开始就按照我这样去画，去临摹。每一个人学画，不管哪一个大师，哪一个很厉害的这个画家，前期学画画的时候就是临摹，而且是慢。注意这个字啊，慢。慢啊，一定要慢下来，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粗心，不要太快啊，一定要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慢。假如说你画这幅画，你可能1个小时画完，你不要1个小时画完，你就1天画完这个小品，1天画这一朵花，这朵花你就花1天的时间，你专门画这一朵花，好不好？所以一定要慢下来，一定不要着急。还有，我们来分解一下颜色。颜色，大家觉得颜色用什么？好，我们底色首先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啊。我们的今天想用特别一点点，用一点珠标，然后珠标玫瑰红、曙红、胭脂是吧？好，就按照这样子来，可以，没问题的。那我们首先来调一个颜色，首先来调一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太白。来，太白加3绿。好，这个盘子里有好多3绿，所以我们从这里拿一点出来用。这是白天没有用完的，现在有很多，我们把它不要浪费了啊。太白加3绿，加水。好，太白加3绿，把它调和，再加点儿。好，来调和。来不够的话，我们再加一点，3绿再来一点。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是你们调这个底色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纸上试一下，就是它明显的跟这个纸会有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就够了。但是不要太浓了，太浓了你调色都会调不开的，因为笔上的这个底色太浓了，你调色的时候它很容易调不匀、调不开，明白吗？所以要慢慢试啊，慢慢试。好，我们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到一边备用。然后把今天要用的颜色珠标，用4尺4开的纸吧，珠标玫瑰红，曙红，胭脂。
老师的调色浓度，你沾上手看一下啊，来，我现在蘸一下到笔肚上啊，然后再蘸一点在手上，来，看得到吗？这样子能看得到吗？这样能看得到吗？看得出来吗？这样子能看得出来吗？来，再这样子画一下，让你们看一下，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它的浓度吗？好，我们首先来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我们每一色第一个颜色一定是刚开始都是调在1/2的地方。来，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要晕上来。虽然说这样子基本上好像看不见似的，其实它有薄薄的一层，到了1/2的地方哈，有薄薄的一层。好，把这个珠标加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好，不要太多了哈，这个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玫瑰红我们画反半的时候，玫瑰红也不需要调太多了。当我们画正半的时候，才把颜色调饱满一些。我们的反半的时候，颜色不要调太多了，好不好？好，还是薄薄的一层哈。然后再去调这个曙红，调到笔尖上就可以了。好，来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然后笔尖要有这个深的曙红，你看这个曙红深色的要留在笔尖上，明白吗？你看就直接调在笔尖上，放在笔尖上，笔尖要留一点深色的在。好，我们来示范这个花瓣，看一下这个哪个是我们用这个光滑的这一面，来画。好，示范这个背面的花瓣，来1笔、2笔、3笔，这样子组成一个背面的花瓣。背面花瓣就是，假如说我的手掌是一个花瓣的话，哎，这个花瓣一般是这样凹起来，就是这个侧面的正对的我们这个背面的花瓣。你看一下这朵花的，看到了吗？这朵花这些地方都是这一块就是背面的花瓣。那它背面花瓣它有可能会宽，也有可能很窄。那我们画宽一点，就是这样子，1笔、2笔、3笔可以组成一个这个背面的花瓣啊。你可以4笔、5笔也可以啊。来推1笔，这样子侧锋推过去，推1笔，然后再推1笔小的，再来1笔，然后你可以再来1笔，再延伸，把它画尖一点，这样子都可以哈。这个反瓣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说一定要画成什么形状，没有的，你可以自由一点。就是我们不规定说一定要把这个形状画成这个圆的，因为自然界的这个花瓣它就是千变万化，它就是多变的，它就是姿态不可能说都是长得很圆呐、很方啊，或者是很规整呐、它就是会有一些变化。你看这一个3笔呢，你想它这个花瓣再长一点，你可以加2笔啊，还可以继续加，往后拖，那这样子也是的哈，它这样子也是一个背面的这个花瓣，它都是由一个花瓣去延伸的。一个花瓣延伸的这个花瓣是怎样的呢？就是3笔组成的，1笔大，2笔小的这个花瓣组成的，都是由这个花瓣来延伸出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这种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好，我们再来画这个侧面的花瓣啊。现在我们的笔上稍微有点干了。好，我们的这个笔肚去加这个底色，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还是一样的，继续调色。第一个颜色还是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慢慢的调，一定要把颜色调匀。大家画画一定不要着急哈，着急是画不好的。一定要慢下来。首先你要做的，初学的朋友们，首先你们要做的就是慢下来。
我们调这个玫瑰红，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曙红，调一点曙红。这个颜色的搭配是我们的家人们给出的意见啊，你们喜欢的颜色的搭配。来，我们画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的花瓣就是这两边哈，这个花大家看到这朵花吗？这两边包起来的会有一些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我们可以分3笔来画，来轻轻的侧锋1笔，然后还在笔尖上还在一条线上。重点按下去1笔，然后笔尖还在一条线上往后拖1笔，好，这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那这种各种朝向的画一下，来轻轻的转过来，然后再按下去转过来，再往后拖一下，拖1笔，这个3笔组成一个侧面的花瓣。那你这个花瓣你也可以1笔把它画完，1笔怎么画呢？来。还是轻轻的按下去，提起来一点，然后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一点，再往后拖一下。你看这1笔画出来，它这个花瓣可能会更好。我完全可以1笔画啊，大家画熟了就1笔画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还有侧面的花瓣，还有更侧一点哈，就是你看侧面的它有一些会比较大，那有一些更小更窄的这个侧面的花瓣怎么画？画这个侧面花瓣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其实它这个花瓣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更窄一点，按下去提起来，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你看这要多练哈，就是有些家人说我怎么画也画不出这种感觉，这个不是说你画不出来，是时候没到，火候没到，你知道吗？火候没到，每一种像这些手工的这种手上的活一定要看，一定要多练啊，一定要多练。因为画画它不像一个这个速写题有标准的答案，没有标准的答案，它都是一个无限的延伸。每一个人学到的，他可能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没办法去评论这个它的对错，没有对错，只有你每个人的欣赏的眼光不一样。可能说你觉得你画的不好，但是人家看到你已经画的很好了，所以说大家就不用说一定要追求跟我画的一模一样，或者是跟谁画的一模一样，你们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去画出自己的风格，都可以的，只要好看，只要美观就行了。好，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一笔大家会了吗？会了吗？来，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花瓣会了吗？这个花瓣其实你要练的。好了，我们现在这个笔肚上又没有底色了，我们又轻轻的用这个笔肚轻轻的点一下，很少，那说明我这个水分就是比较少。你看我都是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你们笔上如果水分太多了，来，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均匀的调一层，水走色流，你看这个水是走开了，但是颜色留下来了，这个就是很好很正常的这个宣纸的特征。生鲜纸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这样子，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晕开这么均匀？你去拿熟鲜试一下，你画这个花瓣，这个颜色水分到这里，它会堆积在这里，它不会均匀的晕开。你们可以去拿这个熟鲜去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生鲜它就是这样子的特性哈。来，再调这个玫瑰红，调了玫瑰红之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曙红，每一种颜色都要调匀，一定要均匀的把它颜色调开。笔尖上要留有这个深色，你看最后这个笔尖是有蘸这个深色的这个曙红，留在这个笔尖上。我们这个笔尖是由深到浅。你看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的这个颜色才对了。这个是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的花瓣还有一些这种碎瓣啊，碎瓣是这样子画啊，你就每一笔点一笔啊，再加一笔，这样子都是一些碎花瓣。那像这种反瓣里面加正瓣，也可以拿这个碎瓣的这种画法去加哈。你看我们这里再加一个正瓣，从这个缺口起笔。这样子转过来，转到这个缺口来，转到第2个缺口来，然后从第2个缺口再来一笔，第二笔，然后我们后面还可以再加一笔哈，后面再补一笔。
那这个缺口可以不让它那么明显，那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正反半，它就是一个正反半哈。假如说你想把它变成一个另外一种形状的这个花瓣，它也是一个花瓣，你在这里再加一个反瓣啊，再加一个反瓣，然后中间再把它补齐它，那它就成了一个卷起来的这种花瓣了。那卷起来的一个花瓣，有一个两边都有卷起来的这种花瓣。好，这个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所以体现的不是说很明显。当你们画的时候，这个反瓣的颜色更浅一点，它就是体现的更加真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水印哈，有水印的哈，都有水印，看到了吗？都是有水印的。好，其实一朵花这个常规型的花，它就是这些正反瓣的组合，然后还有一些反瓣，还有一些侧瓣，它会更小哈，更小，直接这样子来，直接这样子一比就可以了，哈。那这种侧瓣它有各种各样形状，有大有小，有大有小，你这种小的就不用说去一定要把它有多少缺口，2个缺口也可以，1个缺口也可以。就是它只露出一点点的那种小的侧瓣，那其实一朵花它就是这些花瓣去组成，还有一些大花瓣。然后我们笔肚里再沾一点水啊，再沾一点水，沾一点底色啊，不是水，沾一点底色。沾一点底色之后还是调色，那我们画一下这种大花瓣。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把颜色要调上一些，要晕到笔的2/3的地方来。颜色还是依次的调匀，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哦。笔尖上可以调一点点这个胭脂色。好，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侧锋推一笔，点一笔，然后再推一笔，这边再点一笔，这样子来，它是不是一个大花瓣出现了？这样是不是一个大花瓣？这一个大花瓣有这种缺口，有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有大有小的这种缺口，它就会显得很自然，也很好看的一个花瓣。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笔上如果水分还有的话，我们就补充颜色。如果笔上的水分你发现它干了的时候，那你就要去补充这个底色了。就你们要看什么时候补充底色，就要看这个笔上是否是干了，好不好？干了就补。那这个大花瓣我们还可以这么去滚它，你看笔睡在这个纸上滚的时候，你可以提起来一点，然后再又按下去，又提起来，这样子就会有这种缺口，哪里需要加一下，我们在两边去加一下。你看滚出来这种花瓣，它也是有这种齿轮状。滚出来花瓣跟这个画出来的花瓣它有一点区别是什么？有一些牡丹花中有一些牡丹花它的边缘就是有齿轮状的，有一些它牡丹花边缘是比较圆的，就像那种包菜型的常规型的，它这个大花瓣它通常是比较圆一些，它圆的，但是它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缺口，少一些缺口，但是有一些花瓣它就是特别多的这个齿轮状，那像这样子的花瓣你就要这样子滚才能滚得出来，或者是好，我们现在笔上干了，我们再来沾一点底色。你看现在笔上一看就干了，大家的毛就有一些家人说我的笔毛为什么会撑开？你看我这个毛干了之后它也会散开了，那毛干了之后它都会散开，这个是正常现象啊。来，我们笔肚上沾一下底色，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蘸完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先调色，先把这个珠标均匀调一层在笔的，我们画大花瓣要调到2/3的地方了，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曙红，颜色是由深到浅的渐变色，所以我们每一步的颜色要调均匀了，它才会有这种渐变的这种效果。还有我们这个大花瓣还有这样子点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点一个一个的点。那点出来的这种花瓣它也是一样的有这个齿轮状一样的有这种齿轮状，而且还有这种笔触感。你看如果说你点的太平均了，你可以再加一下笔，不要太平均了，你可以大一点，有一个大一点的这种缺口，小一点这种缺口，这样子去搭配起来，不要太均匀了，这个缺口不要太均匀了，好不好？
像这样子这种笔触感，它有一些牡丹花的它那个花瓣，它就是会有这种颜色的它会有这种颜色的这种感觉哈，这种纹路在，所以这种点的这种笔法，在有一些花瓣上也是很适用的，就看你画的什么样的花。我把这个花瓣画完了，先不着急。那我们再来画一个，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个花瓣，就是2笔组成的一个花瓣啊，一笔，好，就是这个花瓣2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就是通常我们在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花瓣。看我们画干了之后，我们的笔是不是毛也散开了？是不是这种毛都散开了？这很正常的啊。整朵花的渐变色好难控制，所以说进水墨这个就是要我们看这个实物，我们前期就要多看这个实物去写生。如果说完全靠你的想象，你可能很难想象出这朵花它怎样的颜色的渐变，怎样去渐变。你看一下，你仔细看整朵花的颜色的色调，中间是不是最深的？外边一圈它的颜色它都是比较浅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有深的有浅的是为什么呢？它有正反半，正的反半它就比较浅，正半比较深。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抓住这些它的一个特点，要抓住它的特点，去把这个特点找准了，你这朵花就会画得好。好，我们来画这朵花，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画，也不知道是这个会怎样的构图，我们就找一个位置来画，好不好？那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画到这个地方，大概这个比我的整个手掌还要大一点。比手掌还要画大一点，通常我们的花画大一点，它会显得更加富贵。好，我们开始画。来，这个笔上干了，我们先蘸一点底色，轻轻的点一下哈，轻轻的点一下。好，我们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点玫瑰红。笔尖蘸一点点这个曙红，稍微的蘸一丁点就可以了哈，不要蘸太多了，一丁点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开始还是画这个我们刚刚分解的中间的这个包起来的4个方向。我们先画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画这一块的这个花瓣。来，第一个花瓣它有一点包起来的。往下，它是有一点往下这样子来包。好，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再继续叠加，你看往上叠加这个花瓣，叠加这个侧面的花瓣，再来一个，这里来一个啊，这里再来一个。好，我们笔尖再蘸一点点深色，笔尖加一点点深色。好，我们再来这边再来一个往上包侧面的花瓣。好，笔尖再来一点点，笔尖要保持每次都要加一点点深色啊。那这边我们来一个大一点的，宽一点的，我们这边都是很窄的哈，来一个大一点的，宽一点的这种花瓣。好，笔尖补充玫瑰红或者是曙红都可以。好，这边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可以还加一些花瓣啊。我们在这个大的旁边，我们这里再加一些这种小的。好，大的旁边来一些小的，小的旁边再延伸一些。笔尖补充一点深色，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深色的颜色。来，这里来一个长一点的，窄一点的，有宽的，有长的，有窄的，有大的，有小的。好，我们这里面再来一个。
这里面再来一个小的。好，我们这里3个有点齐，有点齐的话，我们在这里再来一个。有点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再伸出来一个哈，打破一下这种齐的这种方法。我们画的这个左边的这里，画的左边这里，让我们现在画右边这里，还是一样，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来，我们这样子，笔尖要有深色哈，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从这里，这一个花瓣从这里出来，大一点的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示范的时候经常会画到的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有动作，让它这个边缘更加碎一点，不要显得那么规矩，不用那么规矩，让它有一点这种有一点这种变化会更好。好，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笔上颜色没有了，我们就补充一点颜色啊，薄薄的。我们现在画反瓣，这些颜色都是比较少的。好，现在再画这个右边的。好，这里面这一个哈，这一个让我们里面再来还要有层次。那里面有这种叠加的层次啊，一层不够，我们还可以再来啊。当然，有一些层次是已经看不见了。好，我们上面还会叠加这个花瓣，这个是1层，这一个背面的1层、2层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加第3层。笔尖要蘸一点点颜色啊，笔尖上要蘸一点点颜色。好，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这边还要继续加。你看我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匀，看到了吗？这样就是颜色没有调匀，看到了没有？拉近一点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颜色没调匀，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会吧，应该会。这个就是颜色没有调匀，明白吗？就是你调的时候没有调仔细。所以说，当你出现这种情况下，你在下次调色的时候，你就要更仔细，调更久一点点。那我们把这个花瓣把它再改一下。虽然说改了也看得出来，但是要好一点点哈。但是在一朵花上会有一点点小问题，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不能说你有一点点小问题你就把它放弃了，就是问题在不断的出现，我们要不断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好了，后面的这个反瓣我们再继续啊，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们示范的这个侧瓣小侧瓣。那这个里面我们再来一个，里面再来一个，包起来。好，这里再来一个小的反瓣。好，你看这个空隙里面，当你发现这个空隙里面会太大了，这个空隙太大了，我们就把这个空隙里面再去加一些花瓣，再加一些花瓣来。那你可以加稍微大一点的花瓣，笔尖一定要调匀，有深色。虽然说笔尖是有深色，但是颜色是一定要调匀的哈。看我们这一笔的话，颜色也是调的不够均匀。虽然说调的不是很均匀，但是也没有关系。它这一笔的话，在这个画面上，有的时候我们画写意不用说要求的那么严格，偶尔会有1、2笔没有调匀，我们不用去纠结它，画就已经画了，就不纠结它了，好不好？
已经画了就不纠结它了，不匀就不匀。整朵花它会允许有一些不均匀的地方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这两边左边和右边都已经画了，那我们画这两侧上边的哈，上边稍微会有一些这个花瓣这样子包起来、包下来，有一些这个花瓣包下来。那这样子包下来比较淡的哈，颜色比较淡一点点。好，这样包起来，往这边包。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干，我们加点水分，用这个笔肚轻轻的去点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加太多了。加之后还是一样的调色，还是一样，先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一定要调到1/2哈，薄薄的一层，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薄薄的一层哈。笔尖稍微的沾一丁点这个曙红就可以了，不要太多了，颜色不要太多了。好，我们这边就画这2个花瓣就差不多了。2个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画啊，待会儿再看这个情况，2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这边的，这边也是一样的，把它包起来。好，一个比较窄一点的哈，我们这边画的这个花瓣是比较窄一点点。好，有一点这种窄窄的这种感觉。那这个花瓣的话，上面的我们再画一个宽一点的这种包起来的啊，一点点哈，浅浅的颜色，越到外围，因为这朵花越到外围的这个颜色是越来越浅。好，我们整朵的这个布局基本上把这些架子基本上已经搭好了，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架子搭的行不行哈？行不行？这里是会不会结得太平了一点？如果这个下面你结得太平了，我们可以在下面再加一个花瓣啊，可以在这下面加一个啊。那我们再包一层哈，这里再包一层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虽然说这个实物中没有，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画面，看我们的画面是不是有一点不协调或者是怎样，我们根据画面去加。还有就是大概的，你要掌握它的大型，它的大型是什么？整朵花的颜色里面深外面浅，你要把它这个特征扎准，这个特征找准。然后还有什么特征？花瓣，你看这个外围的这个花瓣特别大，你要画出这个特别大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来的这种反瓣呢，浅内瓣深，这种你把它这种比较形象的特征把它找准。这朵花它是一个常规型的哈，它基本上是一个常规型的一个包菜型的。好，我们来补充这里面的正瓣啊。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补充里面的正瓣了。补充正瓣的时候，你要看着特征哈，看特征，你想要怎么补呢？你想要从外围补起也可以哈，我们可以先补充这外面一层，然后再补里面的都可以。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先补外面的这一层。好，我们先把这外面这一层的这种比较淡一点的颜色先补了。好，笔肚里面先蘸一点底色。好，首先还是把这个珠标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笔尖蘸一点点曙红。现在我们补充这个外围的这一个正瓣哈，补充外围的，内围的我们待会儿再去补啊。好，外围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补哈。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水分是有一点点大哈。就是我画的时候水分是有点大，就是大家如果说刚开始掌控不好的这个水分的时候，尽量不要水分太大了啊。来补充这个正瓣。
笔尖上加一点颜色。再来补一层。好，这里再补一层。笔尖上可以蘸一丁点这个胭脂，稍微下面一点的花瓣它会有一点点暗。有一点点暗啊。好，来笔肚里面再蘸一点底色。笔肚里面干了，你感觉干了就可以蘸一层底色了。好，蘸完底色之后还是一样的，几种颜色均匀的调开。先调一层这个珠标，珠标到笔的1/2的地方。先调一层珠标，然后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玫瑰红，笔尖调一点曙红，笔尖调一点曙红就可以了。笔尖要有一点深色的啊。来，我们画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好，一笔过去，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好，这里来一笔，笔尖补充一点点。那我的笔上水分是挺多的啊。好，外面再来一层。我们现在是来的外面这一层哈，外面这一层的颜色是最浅的，然后花瓣的边缘它会有一点点齿轮状，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点出来哈，一笔一笔的去点出来，点出它这种齿轮的这种感觉。不要画的太圆了，尽量不要太圆。好，笔尖补充一丁点这个颜色。你看，我们可以先画外围的啊。好，补充一个，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好，我们先把这个外层的这个花瓣先把它画了。好，这个笔肚里面又干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了水分之后，继续调色。调色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珠标均匀的。今天的颜色是珠标、玫瑰红、曙红、胭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基本上现在要补充稍微的深一点的这种颜色了，稍微深一点，我们笔肚里面蘸多一点点这个深颜色啊，蘸多一点点，颜色一定要调匀哈。好，直接来了一笔过来。好，补充颜色，我们现在外围的就这一些，我们要补充里面的这个深色的，要补充里面的深色的了。
好，那我现在是补充里面的啊，补充这个花心中间的这些正面的花瓣了。好，由深到浅哈，这些地方深的地方，我们一样的要把它补充一下。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我们再来把这个花心的地方也把它画上最深的这个红色曙红。好，补上最深的这个曙红色。花心的地方最深。你看现在是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那我们再看一下实物啊，再看一下实物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好，这个下面这个地方还要继续再加一些哈。好，这下面这两个花瓣我们也把它补充起来。好，这些根部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红的我们让它更红一点。这边也是红的，让它更红。这种红色的比较红的，我们把它体现出来，然后我们再画下面的，基本上下面这两个大花瓣画完，这一朵花就完成了。那么底下这个大花瓣，我们要底色要有一点灰，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其他的，加一点这个三绿，再多加一点三绿进来，比上刚刚有这个红色没有洗干净的这个红色，直接在上面啊，加点水进来啊，加点水进来，再加一点这个三绿进来，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就是稍微的颜色暗一点。这个就是这个重要的这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颜色的层次画出来，这个就是比较关键的哈。这个底下的这两个花瓣，我们要底色里面是要加料的。胭脂不够的话，你可以再来一点；三绿不够的话，也可以再来一点。
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大花瓣我们怎么画。稍微的还是一样，把这个珠标调一点点到笔肚上，调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调一点这个胭脂，水分不要太大了。调一点点这个胭脂哈，不要太多了。那第一个花瓣我们来比划一下，第一个花瓣我们在哪里好？第二个花瓣在哪里好？第二个花瓣在这里，第一个花瓣在这里。好，大概这么安排就可以了。好，这个大花瓣，那我们按照这样子慢慢推过来哈，慢慢推过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好，这一个大花瓣，中间的回一下笔。中间会有一些这种切口啊什么的，这些回一下笔啊，表示这种花瓣的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这第一个大花瓣，来，我们笔肚上再沾一点颜色，沾一点颜色，沾一点底色，沾点底色还是一样的，调一点点这个珠标进来，调一点点这个珠标，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玫瑰红，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胭脂。胭脂一定要颜色都要调匀哈，这个胭脂也是要调匀的，调匀。然后这一个大花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里下笔，来一笔，加一点颜色，两笔，这根部加上，这边根部也加上。好，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然后你这边你可以再加一些小碎瓣也可以啊，不加也行。然后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完成。中间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调整的时候就是让深的更深，让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深的更深一点。当你深的觉得不够深的时候，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笔尖稍微沾一点点颜色。好，我们去画上花心。花心我们用这个3绿画这个。好，画着先用这个3绿画这个雌蕊。好，我们来画一下花心。好，我们用这个藤黄加太白调和的这个颜色来画这个花心。这是藤黄加太白1:2的调和，我是先前把它调好放在这里。我们分为5组，下面2组，1组、2组、3组、4组、5组，这样子我们打5个点来平均的分配它。然后这个花心有点像豆芽似的，我们的有一些家人说它像豆芽，那你们说像豆芽，那确实有点像豆芽。我们就这样子按照豆芽的形状去点它。好，点豆芽，我们来种豆芽吧。
好，下面2组。然后下面2组哈，在上面这一边一组，我们稍微的往里勾一下这个花心，稍微往里带一点，让它有这种长的这种走向，稍微的带一点这种笔法。偶尔跳出一个，好，这边中间的也是一样。像豆芽一样的哈，我们像长豆芽一样的，稍微的带一点点勾啊。好，4组，来5组，就是我们家人说像豆芽啊。偶尔跳出1、2个来，再把这些密的地方加的更密一点。好，这个花心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朵花就完成。花心是它，不用加水哈。不用加水，你调好之后，笔上你这个笔是不是洗的时候，你刚开始是干的，干的你在水里面洗一下，洗一下它本身里面就会有水的，洗一下你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但是笔肚里面还是会有一点水，就是笔肚里面留下来的那一点水画就可以了。